这节我们要介绍 Spark 处理备取资料的神器 Spark SQL。那 SQL 可以说是任何一位资料科学家的基本能力之一啊。SQL 提供了高阶且标准的查询语言，可以查询、操作数据，同时也可以定义资料，并且控制管理资料库。SQL 的优点在于高度的抽象，能使用接近自然语言的语法，不管在任何平台上的 SQL 都有统一的风格，因此使用 SQL 时能更专注于要做的事情，而不用管底层怎么运作。正式进入 Spark SQL 之前，先帮各位复习一下 SQL 的基本结构。那这绝对比你学过的任何程式语言，像是 Python 或者说 C++ 还要来得简单。在做资料查询时，首先使用关键字 select 来定义要选择的资料栏位，使用 from 代表要查询的资料表单。如果要合并2个以上的资料表单，则会用 join 来表示选择的另外一个表，并且加上 on 代表要作为合并的键值。那可以用惠而来筛选资料，符合条件的会被选取。如果要做聚合，例如像 sum、count 这样的计算，需要使用 group 代表要聚合的层级。那同时呢，也可以使用 order 来将资料排序，并且用 limit 来限制要呈现的资料笔数。Spark SQL 呢，它并不只是 SQL， 官方文件一开始就白话了这样说，它可以做的事情是比 SQL 还要多更多的。那 Spark SQL 它的设计理念呢，就是要写更少的 code， 然后使用更少的资料操作手续，将复杂的工作简化。那之前我们有介绍的 Spark RDD 的操作方式虽然不难，但是对于完全没有程式基础的人来说，要写好还是有难度。那为了让更多人可以透过 Spark 来操作巨量资料， Spark SQL 的发展策略相当的明显，而且是非常必要的。透过 SQL 这种标准资料操作语言，可以让原本熟悉资料库的人，也可以以无痛的方式转移到 Spark SQL 上，同时也可以将比较不容易看懂的 RDD 操作程式码转换为 SQL 语言。那 Spark SQL 提供了多种操作策略，除了使用 SQL 语言外，也可以使用 Data Frame 以及 RDD 的操作方式，让实作上以及资料操作上更为的灵活。那大数据的特点之一就是资料来源也相当的多元。那 Spark SQL 在设计上当然也有考虑到如何与不同的资料来源做间接。那例如像是 S3、HDFS、Cassandra， 或者说不同的资料格式，像是 JSON、Parquet、CSV 都可以透过 Spark SQL 来读取。那这些异质的资料源可以透过 Spark 转为 Data Frame 统一的方式来操作。Spark 本身不具有资料库管理系统，但是可以透过 Hive 的 Meta Store 来管理资料，包括建立资料库、建立资料表格以及读取资料等等。Spark SQL 也有提供对应的 JDBC 以及 ODBC Driver， 可以让其他 BI 工具将 Spark SQL 当成运算引擎，捞取海量的数据。Spark SQL 虽然是由 Scala 开发，但是对于开发者来说是相当的友善，提供了各种的语言接口来处理各种不同的资料来源。那例如像 Spark SQL 这边呢，除了用 SQL 来操作之外，也可以使用 Python、Scala、Java 来做操作。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Spark SQL 怎么做到这些的。不论你是使用 SQL Data Frame 或者说 Scala 的 Dataset，Spark SQL 都会将操作转换成 RDD 操作，而 RDD 的资料来源就包括前面提到的 HDFS、Cassandra 等。Spark SQL 提供不同资料来源的 API 与其对接，那中间 Spark SQL 使用一种他们称之为 Catalyze 的方式，将输入的操作转为 RDD 的操作。我们来看一下 Catalyze 的这一块。当使用者输入操作指令时 ，Spark SQL 会做以下的这几件事情，包含了分析、逻辑优化、产生多个物理计划，以及判断最佳物理计划之后呢，产生对应的 RDD 操作。那以下来分别介绍这几个阶段。当使用者输入 SQL 之后，会有 SQL Parser 将 SQL 语句转换为抽象的语法树。那接着会去找相关的依赖来源，例如有没有该表格，那该表格里面有没有那个栏位，以及找到栏位后呢，会给予一个唯一的 ID 供后续来使用，并且会验证栏位的资料形态是不是合法。然后我们这边举个例子哦，例如我在 Spark SQL 这边找到查询一个不存在的表格，这时候 Spark SQL 就会报错，来显示说这个表格并不存在。那这个阶段是在第一个分析阶段就会吐出来的结果。那在逻辑最佳化这边呢，会根据几个原则将逻辑最佳化。例如，当资料来源为 relational database 的时候，在筛选资料时，就会将这个动作下推到资料源，来减少资料传输。那如果资料是 Parquet 格式的话，会透过字串将字典编码成整数来缩减资料量。Spark 会依据逻辑最佳化的结果，产生一个或多个相应能够被 Spark 执行的物理计划，
消耗最佳化的模型将会从这些物理计划中选择适当的救引方案，例如是广播的救引或者是 shuffle 救引，来减少网络传输量，同时也会减少虚拟函数的使用量。最后，这个最佳化的物理计划就会产生 JVM 的 bytecode 被 Spark 执行。那 Spark 在进入2点插板之后呢，也针对编译器下了一番功夫来加速运算，例如这个简单的 filter 加 count 的动作。在过去 Spark 1点插板的时候，采用的是标准的做法，在传统的做法会先写一段 filter 的物件，来符合各种数据类型以及判断资料。那这样做法的优点呢，是可以任意组合计算值，也不用担心数据类型。但是今天呢，我们尝试使用另外一种手写程式码的方式。如果今天你拿到一支程式码，要你在10分钟之内写出这样的式子 ：select count 绑一个 store sales， 然后要有个筛选条件 ss item sk 要等于1000的时候，你会怎么来写呢？那 Spark 2点插板采用这种手写代码的风格来处理，原因就在于手写代码没有虚拟函数。看到左边的例子，当我使用手写代码的时候，我就去用 for 回圈扫一遍这个资料库。当资料符合我们的条件的时候 ，count 就加1。这样的简单的回圈以及判断，可以在 CPU 里面直接运算，充分的利用硬体资源。下表会显示优化后的结果，在各种功能上，包含了 filter， 然后 sum， 还有 hash 救引的部分都有显著的进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自动优化的范例。那当我们输入一个资料 ，user 是救引一个 event 表格，然后当 user ID 会等于 event 的 UID 的时候，同时另外还要做一个 filter 查询。这边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将 event 以及 user 这2个表格救引，然后并且筛选出 date 大于2015年1月1号的资料。从语句上来说的顺序是挑出 user 以及 event 这2个表格，接着救引这2个表格，然后筛选资料。但是经过了逻辑优化的阶段之后呢，到了物理计划时，在扫描 event 这个表格的时候，就会事先筛选出对应的资料，接着才进行这2个表格的救引，这会大幅的节省资料传输以及救引的量。比起自己操作 RDD， 使用 DataFrame 或者是 Spark SQL 的效能明显增加1倍，而且不论使用 Scala 或者是 PySpark 都没有明显的差别。那我们来看一下 PySpark SQL 的语法。读取资料时，它可以用统一的 API 接口读取各式的资料格式以及来源。那在这边的例子来说，透过 Spark 点 read 之后呢，就可以接各种资料，像是 CSV、JSON、Table 或者 JDBC、Parquet 等等。那在读取 JSON 的资料的时候 ，Spark 会很聪明的帮你判断里面资料它的资料 schema， 包含了像 age 以及 name。那在 DataFrame 操作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使用操作子或者是SQL语法。像我这边我要去选择 name 的栏位，在操作子的语法时候，在左边的表格 df 点 select 里面加上你要选择栏位名称点 show， 就可以将资料显示出来。那如果你要将资料转成 table 来使用的话，也可以透过 create or replace view 来建立一个虚拟暂时的 SQL 表格，接着就可以透过 Spark 点 SQL 里面加上 SQL 语句来对这个表格来做存取。那同时 Spark 也支援各式各样的输出格式。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选择是要 append 还是 overwrite 资料。那 Spark SQL 在 write 的同时，而且可以选择说我要存成 CSV 资料，或者透过 JDBC 存到其他的资料源。那 Spark SQL 因此最常被拿来作为 ETL 的工具，或是取代 Hive 作为最基本的SQL 查询工具。